F-35真正的对地打击武器，可以让战机内部挂载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次真的来了。火力军原以为会是诺斯罗普公司的 SIAW 防区内打击武器，让人没想到的是，没有美军支持，只靠自己独立研发的洛克希德率先做到了。2024年美国海军年度盛会海空太展览会于4月8日开始举行，正常展览会将持续3天时间。在这场展览会上，洛克希德展示了一款专为5代战机设计的高超音速空对地导弹。这是 Mako 高超音速导弹自7年前开始研发之后的首次亮相。在展会现场，洛克希德还展示了一段影片，一架 F-35A 从内外武器挂点快速发射了6枚 Mako 导弹。洛克希德公司表示 ，Mako 高超音速导弹是一款多用途、高生存以及价格合理的武器系统。F-35只需要装备这款导弹，就足以威胁到非常多的目标。其实 ，Mako 导弹原本是为美军防区内打击武器 SIAW 进行设计的高超音速导弹，但在项目竞标过程中，洛克希德输给了诺斯罗普。诺斯罗普推出的导弹是基于 AGM-88G 先进反辐射导弹增程型发展而来，从而为美军提供反介入区域拒止的能力。值得关注的是 ，Mako 导弹并非美军官方的项目，而是洛克希德独立研发的，并且在研发过程中，关于这款导弹的消息，洛克希德一点都没有放出来。其次就是 Mako 导弹是目前少有的专为5代隐身战机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此前只有俄罗斯为苏57研发的幼虫 MD 的消息。顺带提一下，俄罗斯为苏57配备的幼虫 MD 高超音速武器，主要是为了取代80年代研发的 KH-31超音速反舰导弹，同样是可以装备在苏57内置弹舱中，既可以保证苏57的隐身性，又能实现远距离高速打击，而导弹的飞行速度也到了5马赫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幼虫 MD 是在2021年报道出来的，当时还处于模型优化调试阶段，飞行试验尚未开始。截至目前还没有更多消息爆出来。考虑到俄乌冲突的持续，估计俄罗斯这款导弹接近夭折了，所以外界关于5代机专用高超音速导弹的消息是非常少的。虽然目前尚无 Mako 导弹的具体数据，但根据洛克希德公布的消息，这枚导弹是可以由 F-35内置弹舱携带，体型大概相当于挪威康斯伯格的 NSM 反舰导弹。另外，通过 SIAW 项目中美军制定的招标标准， Mako 导弹射程应该在300公里至500公里。比较有意思的是 ，Mako 导弹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构思方式，与常见的双锥体构型与乘波体滑翔构型都不同，采用非吸气式固体燃料发动机，飞行速度至少在5马赫。不过，洛克希德并未对外公布这款导弹是如何实现高超音速飞行能力的。除此之外 ，Mako 还采用了 GPS、光电、被动无线电、主动雷达等复合指导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导弹的精确打击能力。相较于同样由战术飞机发射的俄制高超音速武器，也就是匕首导弹，米格 31K 每次起飞只能挂载1枚导弹，打击1个目标。Mako 导弹显得小巧玲珑，是目前已经公布的高超音速武器中体积最小的。F-35的内置弹舱可以容纳2枚 Mako 导弹，外置挂架还能携带4枚，是一种典型的小型轻量化高超音速武器。如果未来装备 F-35之后，将大幅增强美军作战能力。尤其是在对抗具有先进防空系统的对手时，高超音速武器凭借极高的速度和机动性，能够有效突破敌方防空系统，并对其重点目标发动致命一击。在理论上 ，Mako 导弹不仅可以由 F-35携带 ，F-2、F-15、F-16、F-18以及 P-8等多种战机都可以挂载。当然，洛克希德公司研发的这款武器还是主要在 F-35战机上装备的。此外，洛克希德公司表示 ，Mako 导弹不仅是一款空对地导弹，未来还将发展出多种平台，包括陆地发射、水面舰艇发射以及水下发射等。必须承认的是 ，Mako 导弹所实现的小型化与轻量化，是未来空射型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方向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的拓展空射型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平台。毕竟，战斗机、战斗轰炸机以及攻击机等战术飞机，才是各国空军装备最多的主力装备。而拥有战术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其实并不多，类似 AGM-138A 这种只能通过大型空中平台发射的导弹，也只能适合大国使用，小国是没有机会的。如果绝大多数战术飞机都能装备这类的空射型高超音速武器，才能有效提高空军的作战能力。所以在这一点上，火力军非常支持洛克希德所做的空射型高超音速武器的小型化与轻量化。
既然聊到美军的防区内打击武器 SIAW， 那就顺便来讲一讲吧。作为第5代战机 F-35 早已为外界展示了诸多能力，虽然飞行速度比不上 F-22， 但在隐身方面与电子作战方面展现出了远超其他战机的能力。然而美军并没有满足，仍在继续开发 F-35 的作战能力，包括让 F-35 来扮演 A10 攻击机的角色。目前美国空军有3款处于不同研发阶段的防区外武器，另外还有1款导弹处于量产阶段。仍处于研发阶段的武器包括雷神的 AGM-181 远距防区外导弹、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洛克希德的 AGM-183A 空射快速反应导弹。量产型号则是洛克希德的 AGM-158B2 联合空对地导弹。但美军认为这些导弹还不够用，于是启动了空军的第5种远距打击武器，并以此发布了防区外攻击武器 SOAW 的信息征询书。根据美军的设想， SOAW 将拥有全新的能力，来弥补 ARW、HSM 以及 JASSM-1R 导弹未拥有的能力，并计划 SOAW 导弹在2025财年开展验证，在2030财年至2033财年间服役。现代战场最常见的作战方式就是空军利用防区外打击武器清扫敌方雷达、机场以及防空阵地等重点目标，然后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进入战区内执行任务。只是这对情报的要求非常高，也很难对付移动类目标。面对外来复杂的战场环境，单纯的防区外作战已经无法保证作战效果。于是美军才会发展 SIAW 防区内打击武器，由隐身战机携带对地武器，在防区内执行作战任务。所以美军在发展 SOAW 导弹的同时，还选择发展了 SIAW 防区内打击武器，主要由 F-35 战机携带，打击目标主要是敌方防空范围内的目标，包括综合防空系统、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对地攻击和反舰巡航导弹发射系统、GPS 干扰系统以及反卫星系统等。于是美国空军要求确保战机在突破敌方防空并接近目标之后，才能发射这种防区内武器。这就要求 F-35 只能通过内部挂载的方式才可以做得到。原本空军打算在 AGM-181 的基础上来研发 SIAW 项目，但后来空军改变了项目的采办策略，引入了3家承包商，L3哈里森公司、洛克希德公司以及诺斯罗普公司一同来竞争 SIAW 项目的设计与制造，并为3家公司分别授予200万美元的合同，为期3个月，用于开展 SIAW 项目的第1阶段工作。但在正常情况下，第1阶段招标之后，最多会有2名承包商进入第2阶段。但诺斯罗普凭借着 AGM-88G 的改进型拿下了最终的胜利。但无论过程如何， SIAW 都已经确定了。根据美军的招标要求， SIAW 导弹将采用数字化架构开发，具备快速升级部件的能力，比如更换导引头、发动机、战斗部等部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威胁。这就要求 SIAW 导弹使用模块化设计，除了弹体是固定的，内部的所有零部件都可以进行更换，并且更换之后还不需要重新进行定型程序，这个算是先进武器必备选项。一旦导弹在某个部件上有进步，就可以把新的换上，大幅度提高导弹性能，这也就是敏捷升级。而要达成这个要求，就需要对导弹进行数字化设计，借助计算机的设计与建模，测绘出导弹数千种升级变化。至于 SIAW 导弹的具体性能，可以参考 AGM-88G 导弹，因为是诺斯罗普在这款导弹基础上发展出 SIAW 导弹的。竞标时也是这个方案，其导引头和战斗部与 AGM-88G 不同，弹体和火箭发动机是一样的。相较于 AGM-88G 导弹， SIAW 的打击范围更广，不仅包括陆地目标，海上目标同样可以进行打击。毕竟现在巡航导弹与反舰导弹的界限是很模糊的。至于射程方面，美军已经说过了，这是一款防区内武器，射程够用就行。考虑到 SIAW 与 AGM-88G 的火箭发动机一样，所以射程应该在200公里以上。反正根据美军的习惯，未来肯定会对其进行增程，发展成防区外武器也不是不可能。根据美国空军的2024财年预算， SIAW 原型制造工作的总成本为11.4亿美元。在原型验证通过之后，就开始装备 F-35 战机，并计划在2028财年采购400枚 SIAW 防区外打击武器，最终可能会采购3000枚，总成本约为84亿美元。在影片的最后，你们觉得洛克希德公司推出的 Mako 导弹对比诺斯罗普的 SIAW 导弹谁更有优势？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